宋三岁和辉宝真是一个敢滑，一个敢接呀！难道宋三岁不知道辉宝刚成年轻团吗？而且还是不成形的那种，辉宝都不好意思了，让宋三岁要不要先去洗个头？宋三岁这种无厘头行为不是第一次了，以前还亲过福宝的小脚丫子，那沉迷的样子简直不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能干出来的事情。小的时候闻，长大了还要闻。不过姨姨们想知道福宝的脚丫小时候和长大后的气味有什么不同。不过宋三岁做出这种事情来居然毫无违和感，或许瑞宝辉宝也习惯了，毕竟他们可是一起同床共枕过，而且还在地上一起打过滚。瑞宝辉宝有没有给自己当成人，姨姨们不知道，反正宋三岁在这过程中已经给自己当成熊了，和瑞宝辉宝扭打在一起的样子，爱宝都表示没脸看了。爱宝心想，自己明明生了2只，怎么地上多了1只，成了3只了？宋三岁举着辉宝，还跟辉宝说自己的力气比辉宝的力气要大。宋三岁每次玩起来就忘记自己的年龄跟身份，姨姨们看了表示，哪怕宋三岁多长1岁，都干不出这种事。盛谢阿姨刚出门就遇到了辉宝正在给自己破坏竹子，不过这让盛谢阿姨意识到自己该给姐妹俩换新竹子了。盛谢阿姨将新竹子扛来，辉宝立马凑上前。盛谢阿姨刚放好竹子，辉宝就给其弄乱了，这让盛谢阿姨白忙一阵。辉宝眼看盛谢阿姨放下竹子后就跑了，辉宝从小亭子上下来，打算跟上。辉宝刚起步就给姨姨们表演了一个劈叉，前脚迈得太快，后脚还没反应过来，真是腿到用10方恨短。辉宝这时扭头发现通道门打开了，辉宝心想，这才中午，自己就可以下班了吗？盛希阿姨开门是为了让爱宝来室内园区的，盛希阿姨怕辉宝真的进去，立马给门关上了。等一会儿，盛希阿姨又给姐妹俩送来了胡萝卜。此时瑞宝在树上，所以盛希阿姨在喂辉宝时一直时不时的看向树上。盛希阿姨想给瑞宝也吃一块，手里始终给瑞宝留着一块小苹果，但辉宝这里还没吃够，问姨母继续要小苹果，让姨母把小苹果都给自己。辉宝这里激动的都站起来了。盛希阿姨在辉宝的不断攻势下，最后还是没躲过辉宝的卖萌撒娇，把手里的小苹果都给了辉宝。盛希阿姨给小苹果喂完后离开，把通道门重新打开，爱宝走了进来。爱宝这次在室内待得太舒服了，一时都不想出来了。虽然室内园区有空调，但肯定没有卧室里面的空调凉爽。想必如果爱宝这里有木架的话，爱宝也会和乐宝一样，会躺在上面吹空调，不想下来。而等瑞宝从树上下来时，盛希阿姨已经走了，更别提小苹果了。辉宝让瑞宝别想小苹果了，让瑞宝吃点竹子。宋三岁小手轻轻一拍，瑞宝和辉宝就乖乖坐好了。瑞宝辉宝之所以这般听话，那是因为宋三岁手里有小零食，所以瑞宝辉宝当然得给宋三岁面子了，毕竟谁会跟小零食有仇呢？宋三岁今天拿着零食来园区时，姐妹俩正离宋三岁远远，而要问辉宝和瑞宝谁的视力好，从接下来辉宝先跑向宋三岁就可以看出来。辉宝看到宋三岁手里的小零食后飞驰而去，以前没见辉宝看到宋三岁后这么开心。辉宝跑过去，宋三岁也没扫兴，立马就给小零食递给了辉宝。辉宝丝滑的坐在小汽车上便开吃了，而瑞宝这里则紧跟其后。姐妹俩落座的动作真是越来越娴熟了。瑞宝坐下时还用小手拉着座椅靠背，防止自己掉下去。姐妹俩这人模人样的，皮套下面一定藏着俩大学生。宋三岁看着姐妹俩这可爱的模样，忍不住摸了摸姐妹俩的小脑袋。瑞宝这吃东西时的气场简直就是财阀本阀，而辉宝这里则成了一副甜美的模样，呆萌可爱。姐妹俩吃小零食的速度也是日渐增长。宋三岁还没拍过瘾，姐妹俩就给手里的小零食吃光了。宋三岁赶紧又回办公室拿来了其他好吃的。宋三岁又给姐妹俩一人拿来一根竹子，姐妹俩也不挑，不管是竹子还是小零食都喜欢吃。眼瞅姐妹俩这么可爱，宋三岁将手机放置在了一旁，上手陪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。宋三岁闲不住，一会儿宋三岁又去到了小木床旁，给姐妹俩劈竹竿。竹竿比较硬，可以用来清理牙齿。姐妹俩刚吃完小零食，这时吃点竹竿可以有助于牙齿的健康。宋三岁负责劈竹子，姐妹俩就坐在小滑梯平台上负责吃。宋三岁又来乐宝园区，这次乐宝园区有了木架后，宋三岁玩起来更开心了，因为宋三岁可以拿木架当成目标进行攻击喷洒。宋三岁给园区进行了简单的降温之后，乐宝走进了园区。乐宝一天的营业就这样开始了。乐宝先是来到了自己的小亭子上，吃着刚才奶爸给自己放置的竹子和胡萝卜。乐宝先是给胡萝卜吃掉，对于竹子，乐宝则是挑挑拣拣，找寻着令自己满意的。
乐宝找到一根味道还不错的竹子后，小脚都兴奋地摆动了起来。简单的进食后，乐宝便爬到了自己的木架上。虽然乐宝看上去体格子比较大，但是在木架上爬上爬下时简直不要太灵活。乐宝来到木架的最上方后，撅起了屁股。姨姨们以为乐宝这是要展示一下自己这双开门的身材，下一秒乐宝甩动了一下身子。原来乐宝只是想单纯的甩甩身上的水。乐宝这个位置是园区最凉爽的地方，因为离空调口最近。以前没有木架，乐宝还会去冰床上趴着降温。现在乐宝已经好久没用他的冰床了，这个木架简直是休息降温2合1。乐宝表示自己每次来到木架上后就容易犯困，很快乐宝给自己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便入睡了。等下午乐宝醒来，开始下午的运动。不过乐宝就连运动都没有离开自己的木架，直到一会儿乐宝饿了。不过这时室内园区已经没有吃的了。乐宝一把拉过一旁的南天宝，用来给自己稍微填填肚子。接着乐宝走向室外园区，在这里奶爸们给乐宝准备了丰盛的竹子和小零食，等吃饱喝足，乐宝稍微活动了一下，就又想回室内了。这次乐宝来到室内园区后，则是来到了自己的小树上。宋爷爷表示，乐宝这是在眺望自己的女儿，因为这个高度刚好可以看到此时正在树上睡觉的瑞宝和辉宝。辉宝吃个胡萝卜，怎么还给姨姨们撒上糖了？不要误会瑞宝，瑞宝只是想吃妹妹嘴巴里的胡萝卜，看给瑞宝馋的，就差钻进辉宝的嘴里去抢了。看瑞宝这小眼神，明显是在暗示姨母自己没吃够，还想吃。虽然圣谢阿姨这里没有胡萝卜了，但是爷爷这里还有。宋爷爷来到园区，先是陪姐妹俩玩耍了一番。宋3岁捂住辉宝的眼，然后对辉宝说：“猜猜我是谁？”宋爷爷陪瑞宝、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，搬来了新的竹子。紧接着江爷爷也来了，江爷爷先是给瑞宝把竹子放上，两个爷爷真是轮番疼爱啊。而等宋爷爷再来时，瑞宝这里终于吃上了胡萝卜。瑞宝给自己找了个自己觉得舒服的位置，这个独木桥的位置也是以前福宝姐姐喜欢待的地方，不过福宝姐姐当时是在空中。瑞宝仰着头，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吃着胡萝卜，而辉宝这里还需要爷爷来喂，不然就不吃。宋爷爷对辉宝说：“你不吃，一会儿会后悔的。”说罢，宋爷爷来给通道门打开，爱宝走了进来。爱宝进门就发现了小亭子上的胡萝卜，爱宝二话没说，3两口就给辉宝的胡萝卜吃完了。辉宝这时后悔都没来得及说，而瑞宝这里就很聪明了，虽然离得妈妈比较远，但为了防止妈妈看见，瑞宝立马给胡萝卜全部藏进嘴里，等妈妈坐下吃竹子后，才给胡萝卜又拿出来。瑞宝满脑子都是智慧。等一会儿，瑞宝看到妈妈不看自己了，又惬意的躺下来继续吃自己的胡萝卜。这时宋爷爷又来了，宋爷爷给爱宝和姐妹俩找来了许多的雪竹竹笋，当着爱宝的面放下。在宋爷爷眼里，宝家就没有成年大熊猫一说。辉宝怕妈妈给竹笋全部吃光，辉宝这次也学聪明了，拿过其中一根来后，走到一旁偷偷吃。